我是蛇族里最低级的小青蛇，却诞下了上古灵兽。我与姐姐同时选夫那天，她选择了凤凰族的王子，而我被随意许配给了路边捡来的小黑蛇。谁知婚后3年，姐姐没给凤凰族下出一颗蛋，成了各界挂在嘴边的笑柄。而我的夫君竟是龙族太子的化身。我为龙族诞下10个金光闪闪的蛋，成为了尊贵无比的龙族太子妃。姐姐疯了，用妖术扼杀我的10个孩子，还趁我冬眠之际将我折磨致死。在睁眼，我重回到了选夫当天，姐姐伸手一指，指向了人群里平庸的凌渊。我要选他当我的夫君。周围的人皆诧异不已。要知道，姐姐可是蛇族3公主，她的母族更是显赫的腾蛇一族，而凌渊只不过是兄长在路边捡到的一条小黑蛇。父皇见状，再次询问三姐：子月，你真要选择他吗？现场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异族王子。但三姐的眼里却只有凌渊。我明白，她也重生了。上一世，尚未蜕变成苍龙的凌渊被分配给了我，与我婚后才露出真身，让我成了龙族太子妃。3年诞下3窝蛋，每一颗都是金光闪闪，母凭子贵。各界忽略了我8蛇的出身，对我万分尊重，而选了凤凰族王子怀志的三姐，却连着3年一无所出。一颗蛋也没给凤凰族下出来，大家背后都喊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三姐嫉妒我出身不如她，却过得比她好，竟然借来3味真火，烧烂了我4颗未孵化的金蛋，还趁着龙族大乱，用妖术残杀了我幼小龙儿和龙女。我大受打击，提早进入冬眠阶段，给了三姐趁虚而入的机会。她无情地虐杀了我这个妹妹，还在我死后剖开了我的身躯，将我的蛇蛋一捏成灰。想到这里，身心的疼痛依旧浓烈。三姐一脸势在必得的模样，不顾族内各位长老的劝阻，依旧坚持我就要选凌渊。出身哪有喜欢重要，往后夫凭妻贵，他配得起我们蛇族3驸马的身份。只有我知道，三姐看上的根本不是凌渊，而是他背后的龙族势力，以及他上一世扬名在外的良好基因。父皇见状说道：原本凌渊是要只给青羽，既然你喜欢便给你，只是青羽。父皇有些为难，他知道那些异族王子看不上我，即便我名号也是蛇族6公主，但我母族只是低微的8蛇，根本比不上其他姐妹尊贵的出身。我看向人群中一袭白衣的怀志，轻抬步伐走到他面前：父皇，我想选他。几阵戏谑声此起彼伏。凤凰族王子怎么可能选这个庶出的8蛇当王妃？父皇也劝我另择良婿，可在此时，怀志出声了：我愿意迎娶6公主，做我凤凰族王妃。看着前世我仅有2面之缘的怀志，我有些看不透。三姐见状，上来一阵说和：六妹也是我们蛇族的公主，跟凤凰族王子也算门当户对。她又小声跟我说：妹妹一定要给凤凰族延续血脉啊。我明白了，难怪三姐愿意为我推波助澜，原来是断定我会像前世的她一样，被各界嘲讽成不下蛋的母鸡。难道怀志那方面真的不行？我跟三姐在同一天出嫁，我被凤凰族浩浩荡荡的队伍引走，而三姐所做的花轿和婚房都是父皇安排的。婚房里，怀志揭开我的盖头，一言不发坐在我身侧，递来一块包着神丹的糕点。饿了吧？吃点。一直等到入夜，怀志都没有做其他事情，我这才意识到怀志不会洞房。上一世我嫁给凌渊之后，房内之事都是他在主动，我以为这是每族王子成婚前都会学的，没想到怀志竟然不会。几个月后，天外天一阵巨大声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那时怀志正在给我画着画像，一回头便看到黑云缭绕的景象。我知道这是凌渊蜕变了，还是紫月公主命好，夫君竟然是龙族的太子殿下，整个蛇族热闹极了，就连我也被父皇强烈要求回族，亲自为三姐送祝福。怀志不放心我自己回蛇族，放下一堆事务也要陪同。大殿上的凌渊一身黑袍，头上戴着金灿灿的发冠，三姐站在他旁边，小腹微微隆起。他见我来，刻意提高音量：想来六妹跟凤凰族王子成亲也有一段时日了，怎么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？该不会是妹妹不能生吧？怀志将我护住，回复其他闲话连篇的王族：是我的原因，我暂时不想要孩子。三姐看着怀志，一阵冷笑，旁人不懂她的笑意，但我却明白，她是在嘲笑怀志。上一世，所有人都说是三姐不能生，但这次她换了个夫君，就迅速怀上了他。问题出在哪？显而易见，我并无所谓。上一世的丧子之痛依然历历在目，我也没有做好迎来新生命的准备。三姐依偎在凌渊怀里，接受各界送来的贺礼和祝福，又在众人注视下，浩浩荡荡登上了龙族庞大的花轿，成为了整个蛇族最尊贵的女子。父皇看三姐怀上了龙族的蛋，又看我毫无动静的肚子，一脸不争气地看着我。他趁怀志不在时对我说：要是你不能给凤凰族延续血脉，回头被凤凰族退回来，可不许踏入我蛇族宫殿半步。父皇偏心不是1日2日了。离开蛇族后，怀志看我状态不对，担忧地将我护入怀里。夫人是不是不开心？我昂首问他：你想要孩子吗？怀志沉默，没有说话。
我也就没有再问。他连怎么圆房都不知道，怎么会对子嗣感兴趣？三姐下诞那日，不止龙族，几乎所有族都在关注龙族太子的第一个子嗣。只是这次不仅没有漫天霞光，甚至一点迹象也没有体现出来，跟我上一世下蛋的情况截然不同。三姐的第一胎生下了3颗蛋，放在用金箔和宝石镶嵌的窝里，等待孵化。第1颗平平无奇，第2颗普普通通，第3颗裂了个缝，好像有点发烂发臭的味道。三姐一胎下了1窝普通蛋，这个消息在各界散播开来，原本准备看神兽降临的大家，却突然看了一场龙族上演的搞笑戏码。对此各界颇有微词，有的说蛇族不配为龙族诞下血脉，也有的说蛇族3公主资质平平，没有孕育神兽的资格。对此，三姐整日郁郁寡欢，但面对我们族内姐妹的时候，依旧趾高气昂。不过是1胎而已，下一胎一定是天降祥瑞。一向跟三姐不对付的四姐当面嘲笑，你还生了一个臭掉的蛋呢。国师说了，那是我儿子承担了龙族千百年来的厄运，用自己的身躯化解了族人危难，如此壮举，怎容你放肆？我站在一旁还没说话，三姐就开始针对我。我知道她是嫉妒上一世的我一胎生出金蛋，六妹连蛋都下不出来，要不要姐姐派龙族的神医去给你还有六妹夫诊治一下啊？不用，我跟我夫君好得很，情浓似蜜，只是暂时不想要孩子罢了。是不想要还是要不了啊？我看该不会是六妹夫不能生育吧？三姐捂着嘴发笑，可怜六妹这一生只能守活寡了。三姐真以为傍上了龙族就可以肆意诋毁皇族王子了吗？我语气冷淡，加上其他姐妹烘托的话语，才让三姐暂时闭上了喋喋不休的嘴。虽然三姐表面上过着荣华富贵的好日子，但我知道她私下会被凌渊怎么折腾。从她下蛋的那天晚上开始，就没有哪天被凌渊放走过。尤其是现在，正是凌渊修炼的时候，那些欲火多的是需要人发泄。果然，又过了不到1个月，三姐又浩浩荡荡地宣布，她又怀上了龙胎，这次都不用我亲自去看，就能提前预知。三姐生下的这1窝蛋依旧平平无奇，甚至还比上1窝都臭了1颗。只因三姐不知道我母族的秘密，她只以为上一世我之所以能够胎出金光，是因为凌渊这个龙族太子基因强大。只因三姐不知道我母族的秘密，她只以为上一世我之所以能够胎出金光，是因为凌渊这个龙族太子基因强大，却不知道那全都归功于我。我母亲是普通8蛇没错，可我母族祖上可是4翼冥蛇，是就连凌渊这个苍龙都比不上的神圣尊贵。因为我体内的冥蛇基因，才能孕育出10个金光的龙儿龙女。因为三姐连着2胎都生出了麻蛋，她被凌渊当着龙蛇2族皇室的面打了1巴掌。凌渊连声呵斥：废物！娶你还不如娶一只母鸡。又是母鸡，三姐连着2世被同一个说法羞辱，她气急败坏，但又不敢对凌渊发火，只能把火撒在我身上，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这里。凭什么你就能生出金蛋，而我的蛋却都是坏的？三姐看怀志对我体贴入微，更是伸手想要打我。一定是你从中作梗，你就是个小8蛇，凭什么过得比我如意？一向温润如玉的怀志第一次出手，一道金光闪烁后，三姐被打到墙角连连吐血，只差1步就要变回原形。怀志护在我身前，与凌渊对峙。管好你家夫人，再有下次，莫怪我凤凰一族对你不客气。怀志带着我离场，我回头时对上三姐发红的眼睛，她的眼神带着嫉恨和怒气。我的血统这么高贵，一定能生出来神兽，你等着看。跟怀志成亲已经快1年时间，虽然恩爱，但我们一直没有圆房，对此我们也心照不宣，从未提起。从蛇族家宴回到凤凰族之后，我便拉着他在江畔走了1圈又1圈，直到怀志将我打横抱起，问我不累吗？我们生个孩子吧。怀志双眉一紧，看他沉默，我委屈地嘟囔着：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，还是不想让我给你们凤凰族延续血脉？不是。怀志语气突然紧张了起来，目光坚定地看着我。没有别的姑娘，我只喜欢你。甜蜜之余，我还是没有偏离话题，依旧问他这个问题：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生仔？那是因为我很害怕。怀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握住我的手说：我的母后曾是皇族最尊贵的王后殿下，可她却在生下我时先逝了。这次换我沉默不语，静静聆听着怀志向我倾诉。众人皆言，女子产子乃最危险之事，稍有差池，便会如我母后那般香消玉殒。我不想你承受这般苦难，宁愿此生无子，也不愿你踏足生死边缘。我感动地轻抚他的鼻尖，傻瓜，我乃蛇族，生育于我而言最为亲密。当真如此？见怀志眼里还全是犹豫不决，我便从他怀里一跃而下，拉着他的手便往卧房走。见怀志眼里还全是犹豫不决，我便从他怀里一跃而下，拉着他的手便往卧房走。怀志不会动房，没有关系，我手把手教他。怀志从一将士便是各界中最聪颖、最无敌的战神，他学什么都快。洞房之事，我只是稍一指教，便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。不过几下教学，他已经压到了我的身上。怀志温柔极了，跟粗暴的凌渊简直是2个极端。上一世一提到生子，我便望而生畏，但怀志却给了我从未有过的体验。原来这竟是如此欢愉之事。我与怀志的身体意外契合，不多久便怀上了第1胎。当怀志感知到我腹部的动静时，他的眼眶微微湿润。
论，心疼地问道：会不舒服吗？我摇摇头，手轻轻抚摸他的脸庞，以示安慰。怀志体贴入微，照顾着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为了让我在冬眠时更加舒适，他特意派人到3界之外搜罗上古灵雨，为我制作了新窝，同时还准备了一个小窝供孩子使用。得知我怀孕的消息，从未踏足凤凰族的3姐带着凌渊浩浩荡荡地登门拜访。此时怀志刚去东海处理动荡，并不在凤凰族内，我只能独自应对这位前世的仇人。3姐用异样的目光审视着我的腹部，语气中充满质疑：这孩子真是怀志的？当然，我有些恼怒，烦躁道：3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成亲这么久才怀上孩子，难免引人怀疑。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只是担心别人说你闲话而已。你们成亲这么久才怀上孩子，难免引人怀疑。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只是担心别人说你闲话而已。3姐的话我明白，她认为上一世她没能生下怀志的孩子，这一世我也不可能怀上，但她小看了我们冥蛇一族的本事。我母族有一种流传千年的秘法，不仅能根治这种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会自动择取最优质的基因，所以我不可能重蹈3姐的覆辙。我们姐妹众多，但3姐似乎格外关心我与夫君的事情。我侧眼瞥向表情凝重的凌渊，特意用挑拨的语气问3姐：难道3姐当时心仪的是我夫君？否则为何如此关心我夫君的事？为何父皇赐婚时不说明白？3姐顿时慌了神，连忙安抚凌渊：夫君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我当初是因为爱你才选择了你。别碰我！凌渊嫌弃地推开3姐，却向我投来讨好的目光。许久不见，青羽公主，倒是愈发显得别致了。凌渊转头对3姐说：出去找英哥，给我取一坛好酒来。英哥是凤凰族的神医，酿得一手好酒，常年寻不到踪迹，就连怀志找他都需要提前发送信号。但凌渊却告诉3姐，找不到他，你就别回来了。他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支走3姐。3姐虽然气愤，但还是乖乖地提着裙子离开。临走前我去送她，她全部注意力却都在我的肚子上。算算时间，我们姐妹俩应该会差不多时间生产。算算时间，我们姐妹俩应该会差不多时间生产。到时候我产下万年难得的神兽，你要是生了孵不出来的死蛋，可就丢脸丢到9重天外去了。我没理他，也懒得告诉他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早就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回到宫殿里，凌渊正坐在怀志的位置上，端着我刚刚喝过的水杯一饮而尽。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用手挑起我的下巴，语气轻蔑地问道：青羽公主当日为何不选我？看着面前曾经折磨我数年的凌渊，我满是厌恶地挣开他的手，冷冷说道：龙族太子在凤凰族造次，这话传出去可不好听。造次？他怀志凭什么跟我比？凌渊提起怀志就一脸不屑。当时你父皇将你赐婚给我，你也是愿意的，说明你应当对我也有些爱意。凌渊这性子还是没变，总觉得天下万物都应该为他所用。紫月那个没用的东西，一个中用的都生不出来，不如就换你来给我生儿子吧。我毫不犹豫抬手就是一巴掌，他吃疼后却一脸舒爽地笑道：青羽，来，再多打我几下。凌渊，你真是疯了！我可是凤凰族王妃，况且我3姐腹中还有你的孩子。他可说了，这次一定是万年难得的神兽。凌渊哈哈大笑起来。就凭他？凌渊上手想来碰我的肚子，被我几个招式击退。拜头凤凰族的护卫们听到声音一拥而入，我连忙命令他们将凌渊赶走。凌渊上手想来碰我的肚子，被我几个招式击退。拜头凤凰族的护卫们听到声音一拥而入，我连忙命令他们将凌渊赶走。但凌渊竟然直接在凤凰族动武，将众多护卫打回原形。青羽，跟我回龙族吧。我龙族有秘术，可以去除掉你腹中的孽种，届时你就可以安心为我产子了。我自知战斗力不及凌渊，但绝不容忍他在凤凰族肆意妄为。正当我准备使出绝招与之抗衡之际，天外骤然飞来一道白光，直击凌渊身上。怀志勃然大怒，攻势如潮，10余招连环攻击令凌渊措手不及，连连后退数步。怀志着一袭白衣来到我身侧，轻声安抚道：夫人，我回来了。我当即撤走宫殿所有护卫，又命人拦下龙族守卫于殿外，以防他们打斗波及，给怀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然而凌渊吃了数招却未还手，我原以为他是忌惮怀志战神威名，他却露出不屑神情，对怀志说道：凤凰族能与龙族比肩，想必极为重视皇族血脉，这胎儿若非你所愿，凤凰族想来也容不下这样的王妃吧。怀志冷笑一声，我能听出他强压着滔天怒意。龙族真是闲得发慌，竟敢把手伸到我们凤凰族来了。凌渊含笑迈步，经过我时驻足道：若你被凤凰族抛弃，蛇族也不愿收留，我便勉为其难，收你为侧妃，为我诞育子嗣。说罢便得意洋洋地笑着离去。我便勉为其难，收你为侧妃，为我诞育子嗣。说罢便得意洋洋地笑着离去。怀志欲出手给予致命一击，却被我拦下。凤凰族树敌众多，不必与龙族正面冲突。待宫殿内只剩我与怀志2人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：若我真的如凌渊所说，你……怀志急忙打断：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喜欢的始终是你，与孩子无关。
经此一事，怀志在位将我单独留在凤凰族，即便有紧急事务需外出处理，也会留下一道分身，时刻守护我与腹中之蛋。蛇族女子孕期仅3个月，与三姐所言相仿，我们竟在同一天临盆，这是三姐的第3窝蛋，寄托了她与整个蛇族的希望。但生产过程依旧平淡无奇，未见任何异象。三姐产下蛋后，见到林渊的第一眼，便被狠狠扇了一巴掌。废物！这不怪我，我们蛇族这一辈皆是如此。不信你等6妹生产，定全是死胎。三姐刚辩解完，天外天便闪烁起阵阵金光，金光闪烁之处，正是凤凰族王子寝宫。怀志焦急地陪伴在我身旁，他对那闪耀着祥瑞金光的3颗蛋毫不在意，只关心刚生产完的我是否安好。天哪，这是千百年一见的征兆，凤凰族王妃竟诞下了上古神兽，没想到拯救苍生的神兽竟出自蛇族庶出公主之腹，没想到拯救苍生的神兽竟出自蛇族庶出公主之腹，比那个胎胎都是臭蛋的3公主强太多了，这才是蛇族最尊贵的公主。此言一出，各界震惊，纷纷赶至凤凰族拜见，就连当初扬言要将我逐出族谱的父皇，此刻也带着无数珍宝后在殿外。我产后体虚，怀志便亲自照料3颗神蛋，它们被安置在灵鱼与宝石镶嵌的巢穴中，吸饱天地精华，散发出流光溢彩的光芒。这一次，我真正实现了母凭子贵，瞬间成为各界最尊贵的女子。与此同时，与我争斗100年的三姐沦为笑柄，将自己锁在房内，发狂般砸碎了龙族无数珍宝。凭什么她能生出上古神兽？凭什么青羽就可以？龙族侍女目睹此景，接道：太子妃疯了。三姐疯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或许是受到了刺激，她开始整天求着林渊跟她交配。她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下一胎一定是神兽。但这只让林渊越来越烦她，最后干脆从孔雀族找来了2个年轻的当妾室。林渊宁愿天天跟妾室花天酒地，也不愿意跟三姐多说一句话。而那3胎存活下来的蛋，已经孵化了3个，他们资质平庸，不得龙族重视，也不被父母挂怀，整天都被丢给侍女照料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一点基本的能力都没有，完全瞧不出半点龙族皇室血脉的气魄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一点基本的能力都没有，完全瞧不出半点龙族皇室血脉的气魄。父皇心疼三姐，特地跑到凤凰族来劝我。青羽，你帮帮子夜，你如今在凤凰族过得风生水起，可他在龙族的日子不好过啊。我怎么帮他？生不出神兽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要怪也只能怪他的肚子不争气。当初三姐当众羞辱我，父皇还帮衬着说我没本事，现在我只这么说了一句，他却开始对我发起怒来。你怎么这么没有姐妹情分？我蛇族怎会有你这样凉薄无情的公主？他逼我拿出一个金蛋给三姐抚养，否则就不要认他这个爹。他以为我会妥协，可我毫不犹豫直接选择了后者。现在我在各界的地位可比他要高贵得多，谁稀罕这个心永远歪一边的爹？父皇前脚刚离开，三姐后脚就来了，还带来了他们龙族珍贵的补品，说要给我补补身子。三姐也才刚生产完就来探望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姐妹情深呢。见我话中带刺，三姐也不装了，直接摊牌。青羽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孩子一定不是怀志的。你到底是跟谁生下了那一胎孽种？三姐怎么自己生不出来就开始造谣了？你真当天外天各族长老都是傻子，能看不出来我的蛋是谁的血脉？怀志进来时，正好看到三姐与我争吵，他直接让人将三姐赶走。怀志进来时，正好看到三姐与我争吵，他直接让人将三姐赶走，但三姐却挣开束缚跑到怀志面前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次都生不出来孩子？为什么跟他就可以？三姐口无遮拦，怀志却脸色骤变。三公主说的是什么混话？你我何曾？怀志听完这话，干脆一点脸面也不留给三姐，亲自上手出招，把三姐拍出了凤凰族。我跟子月什么都没有。怀志解释的样子慌张的有些可爱，我连忙捂住他的嘴，顺势挂到他的身上。我知道，我们去看看崽崽们吧。3颗蛋一直养在寝宫里，暂时还没有要破蛋的迹象。博士说天选之蛋就会这样，不像别的普通蛋，只需几天就能破壳。屋里的蛋一直被我们小心照料着，为了防止上一世的事情再度发生，我让怀志里3层外3层设置了防护层，还让凤凰族一队暗卫时刻盯着三姐的行踪。可意外还是发生了，我跟怀志只一道出席了一趟典礼，来回不过1炷香时间，就发现我原本乖乖躺在窝里的3颗蛋，现在只剩下孤零零1颗。这个消息不能传出凤凰族，否则必定大乱。怀志派出了无数队伍搜寻2颗金蛋的下落，也跟着我把蛋窝查了一遍又一遍。夫人莫怕，我会把孩子找回来的。怀志担忧地将我护在怀里安抚，没事的，九重天何人不知我们的孩子非同一般，他们不会出事的。没事的，九重天何人不知我们的孩子非同一般，他们不会出事的。怀志一直在安慰我，但还是难以压抑我的慌张。上一世，我亲眼看着我尚未破蛋的孩子被3味真火烧焦，这丧子之痛令人窒息。如今重来一次，难道我还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立即反应过来，子月或许跟他有关。我刚说到这里，怀志也在蛋窝里发现了一个泛着火光的碎片，我当下便认了出来，这是3味真火燃烧后留下的印记。怀志派出的人找到了冥魂，他是九重天里唯一能借出3味真火的修炼者，
一开始他不肯说出实情，直到怀志连着几招致命伤，他才和盘托出。龙族太子妃向我借走了3味真火，说是要炼一炼他那尚未孵出的蛋。撒谎，明明是为了用3味真火控制住金蛋。金蛋不是一般人能够触碰到的，三姐想要拿走，只能借助3味真火的帮助。如今有了铁证，我跟怀志立即动身前往龙族，只是接待我们的不是三姐，而是凌渊的2个妾室。我们龙族不欢迎2位，还请你们自行返回。我给了怀志一个眼神，他就直接动手把人掀翻，还将许多围上来的护卫打回原形，闹了很大动静，才引出了凌渊。凌渊一袭黑袍走近时，眼神一直停在我身上。怎么，凤凰族王子这是亲自给本太子送王妃来了？怎么，凤凰族王子这是亲自给本太子送王妃来了？放肆！怀志挡在我身前，手持金刃。龙族太子妃呢？凌渊眉毛一皱，显然是没想到我们浩荡前来是为了三姐。他一脸不屑地搂住刚爬起来的妾室，冷哼一声：找他？不知道本太子才没工夫管他去哪儿了。凌渊，三姐偷走了我的金蛋，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，到时候给九重天惹了什么麻烦，可不是你们龙族能够承担的。话音刚落，三姐的笑声便在帘外响起，她走到凌渊身后，谄媚地给他捏着肩膀。夫君，你怎么能容忍他们在龙族诋毁人家？我可没有做过什么偷蛋的事情。凌渊带着怒气呵斥：听到没有？还不快带着你的人滚出龙族！即便对于三姐的行径心知肚明，但我跟怀志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。看着他们洋洋得意的嘴脸，我有了一个办法。这次换我走到了怀志身前，以凤凰族王妃的身份跟凌渊对峙。如果真是你们龙族偷走了金蛋，又当如何？凌渊没有说话，我紧接着补充：12座城池，8颗深海灵丹，还要你龙族亲自登门赔礼道歉。好。这一声是三姐应的，她很自信，可她不知道冥蛇母体跟蛋之间有着独特的感应。在母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下，会加快蛋的破壳速度。于是下一秒，我将怀志手里的金刃刺进了我的腹部。怀志未料到我竟会夺过金刃自伤，一时失措将我接住，手掌紧紧捂住我冒血的伤口，惊呼道：夫人！其他人一慌了神，就连一向稳如泰山的凌渊也握紧了椅背。三姐满脸不解，厉声问道：六妹，你疯了吗？在此伤害自己，莫非是想污蔑我们龙族？我告诉你，休想通过这种手段对付龙族。我强忍疼痛反问：我从未伤害过你，你为何要偷走我的孩子？我说过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别丢了蛋就跟疯了一样乱咬人，真丢我们蛇族的脸面。话音刚落，三姐身后的帘子便冒出阵阵彩光，这股不属于龙族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，殿内众人顿时慌乱，纷纷向后退去，唯有我与怀志齐步向前。三姐心虚至极，急于将我们赶走，却被怀志出手拦住。滚开，不许碰我夫人！此言令三姐脸色骤变，或许她又想起了上一世之事，然而不容她多想。此时屋内彩光已愈发浓郁，伴随着一声响彻长空的鸣啼，2只宏伟凤凰盘旋而上，冲破了整座宫殿，各界皆目睹了这一奇观。正是我丢失的2颗金蛋孵化了。2只宏伟凤凰盘旋而上，冲破了整座宫殿，各界皆目睹了这一奇观。正是我丢失的2颗金蛋孵化了，一雌一雄，蜕变为2只上古朱雀，惊得下巴都掉了。是朱雀，是千万年才出现一只的朱雀，近一次就孵化了2只。凌渊反应迅速，一掌将三姐扇落在地，怒喝道：子月，你竟敢！朱雀降临之际，我腹部的伤口因2个孩子的出现瞬间痊愈，2只宏伟朱雀落于我肩上，亲昵地蹭着我的脸颊。三姐不是口口声声说没偷吗？但为何我的2个孩子会在龙族孵化？我握住怀志的手，此事龙族需向九重天好好解释一番，我们便先回凤凰族，等候你们登门道歉了。怀志牵着我的手离开龙族宫殿，登上专属于凤凰族皇室的轿辇，2只朱雀紧随轿辇在天空盘旋，浩浩荡荡地护送我们回到族内。天降祥瑞，这对任何族群而言都是天大的事。或许是受到这2颗金蛋孵化的影响，第3颗金蛋在我们返回后也出现了裂缝，隐约露出金色的羽毛。龙族是最重颜面的族群。次日，整个龙族皇室都来到凤凰族跪拜赔礼，领头的凌渊跪得笔直，手中捧着约定好的8颗深海灵丹，说道：龙族太子凌渊携妻妾前来凤凰族赔罪。三姐跪在一旁，满脸写着不甘。派在龙族监视三姐的探子回报，他们从凤凰族回去后，三姐便被凌渊关在殿内毒打多时，连那2个孔雀妾室也给了他几巴掌，事后直接被打发回蛇族。这还是第一次有公主被夫家羞得如此难看，就连那3胎生下的儿女和未孵化的蛋，全都被凌渊丢回蛇族，真是丢人。但还不是紫月公主活该，竟敢打神兽的主意。风光被引入龙族的三姐，不到2年便狼狈地被赶回蛇族，虽彻底丢了蛇族皇室的脸面，但父皇最疼爱这个宝贝女儿，纵使被嘲笑讽刺，也要好好照顾女儿和外孙。我的第3颗金蛋在夜里悄然孵化，一道光芒划破天际，照亮了九重天各族各界。幻化成真身在天上遨游时，各族无不为之震撼。这是9羽金灵，放眼100万年才出现过一次的神兽，连我这个下蛋的都惊讶不已。
我知晓祖上基因优良，也明白怀志血脉强大，却未料到我们二人结合诞下的第一胎，居然3颗皆是上古神兽。为庆贺九羽精灵降世，凤凰族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，邀请了九重天所有族群前来参加，包括龙族和蛇族。身为蛇族族长，父皇带着众多姐妹前来赴宴。如我所料，他又带来了3姐。父皇装作若无其事，还来拉我劝和。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应当团结友爱，怎能因一点小事就反目成仇？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应当团结友爱，怎能因一点小事就反目成仇？小事，他要用火把我的蛋烤熟也算小事。父皇舍不得3姐受委屈，大可不必带来。既已踏入凤凰族地界，便要守我们的规矩，在此无人有权要求本王妃行事。你父皇动怒，却奈我不何。正如我所说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我料到3姐会趁此盛会捣乱，却未想到父皇竟会与他联手。趁我与3姐争执之际，他突然对我发动攻击。再次睁眼时，我发现自己正被3姐关在丹炉中，准备带出凤凰族。放我出去！我竭尽全力怒吼，但似乎只有3姐能听见我的声音。她笑着说道：六妹啊六妹，等我摘了你的蛇胆，能够孕育9重天神兽的人就只有我了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3个孩子和夫君。他想杀了我，用我的蛇胆和内丹进行修炼，可他以为这样就能替代我吗？刻在骨子里的血脉是永远改变不了的。腾蛇又怎能与冥蛇相提并论？子月，你回头吧，否则等待你的只有一个死字。3姐听不进我的劝说，反而笑得更癫狂了些。我早就已经生不如死了，凭什么你总能过好日子，轮到我时却是无尽噩梦？凭什么你总能过好日子，轮到我时却是无尽噩梦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所在的丹炉突然燃起一阵热气，熊熊烈火开始在我周边蔓延。我想使出招式反抗，却被身上的捆仙所压制住，只能任由烈火攀上我的脚踝。一阵白光自外而内射入，是3姐的武器刺入了我的身躯。她转动剑柄，试图剜出我的蛇胆，每一个动作都让疼痛加倍。就在我意识逐渐涣散之际，我听到3姐痛苦的尖叫声，随后我便被怀志拉入怀中。夫人，我来迟了。怀志抱着我，眼里含泪。他的身后是我的3只神兽，这些神兽非同一般，根本不是3姐能够招架得住的。他连一个提刀对峙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已经被神兽打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奄奄一息。九羽精灵飞到我身前，金色的羽毛覆盖在我的腹部，只一瞬就治愈了我的伤口。他蹭着我的手，请求抚摸，另外2只见状也都凑了过来。我与3只神兽斗弄了一会儿后，便开始处理3姐的事情。怀志想一刀了结了他，但碍于蛇族的情面，没有动手，于是将他丢到了9重天的监牢里，天天用火烤着。后来听说3姐不堪折磨，死在了监牢里。那负责看守的为了向凤凰族示好，动手剜了3姐的蛇胆送到蛇族。父皇为此撕心裂肺，连着半年时间没能下得来床。不过那都是他们的事情了。父皇为此撕心裂肺，连着半年时间没能下得来床。不过那都是他们的事情了。我如今肚子里还怀着身孕，身边的3只神兽也越长越大，整日跟着怀志一起逗我开心。昔日那些因我8蛇出身轻视我的王族，如今见了我无不躬身行礼。连蛇族的长老们也时常带着珍稀宝物登门，只求能攀附几分凤凰族的荣光。我对此早已淡然，整日守在凤凰宫，陪着怀志教导3只神兽。朱雀兄妹已能掌控南冥离火，飞行时一展遮天，名声能抵挡邪气。九羽精灵更是天赋异禀，出生便能引动星辰之力，连怀志都赞其资质远超自己。闲暇时，3只神兽便围着我撒娇。宫殿内满是欢声笑语，安详的日子没多久，我腹中再次传来异动，消息传开，9重天各族皆欣喜不已。谁都知道我与怀志的血脉结合，但下的必是上古神兽。怀志更是紧张到极致，比第一次得知我怀孕时还要谨慎，不仅将凤凰宫的防护阵法加固了数十层，还亲自去极北之地寻来万年冰蚕丝，为我织就了暖巢。连各族送来的安胎补品都要亲自查验3遍。这次这胎格外不同，随着金蛋灵盆，异象接连出现，凤凰族领地内的灵植疯狂生长，枯木逢春，且绽放出千年一遇的灵花。四海之水自动涌向凤凰宫，环绕宫殿形成一道晶莹的水幕，夜间星辰更是格外明亮，连成一道巨大的凤形轨迹，笼罩着整个凤凰族。夜间星辰更是格外明亮，连成一道巨大的凤形轨迹，笼罩着整个凤凰族。金色的诞生散发淡淡的混沌气息，这气息极为古老，连活了上万年的凤凰族长老都啧啧称奇。此等气息，唯有混沌初开时的上古神奇才会拥有，小主子的尊贵程度恐怕远超九羽精灵。果不其然，金蛋孵化之时，凤凰宫上空骤然出现一道金色光柱，直冲云霄，紧接着漫天霞光汇聚，化作无数只彩色鸾鸟盘旋鸣叫，地下涌出甘泉，流淌之处绽放出朵朵金莲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竟飘起了七彩灵雨，灵雨所落之处，万物皆焕发出勃勃生机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能增进修为的灵气。轰隆一声巨响过后，混沌气息彻底爆发，整个九重天都开始微微震颤。只见一只幻化真身的神兽身披混沌霞光，周身环绕着日月星辰的虚影，头顶有3足金乌盘旋，身后有青龙虚影守护，羽翼之上布满了上古符文，每一次呼吸都能引动天地灵气流转。凤凰族长老跌跌撞撞地跑进宫殿，满脸狂喜与敬畏。恭喜王上，恭喜王妃，此乃混沌元凤，
是混沌初开时便已存在的至尊神兽，乃万凤之祖，地位远超九羽金灵与朱雀，连苍龙见了都要俯首称臣。地位远超九羽金灵与朱雀，连苍龙见了都要俯首称臣。有混沌元凤降生，我凤凰族必将永享太平。话音刚落，9天之上便传来阵阵钟鸣，无数上古神奇的虚影显现，对着凤凰宫方向躬身行礼，送上无声的祝福。我望天空上方盘旋飞舞的混沌元凤，又看看身旁满脸温柔的怀志，心中满是圆满。怀志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：“夫人，辛苦你了。”我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有你在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”混沌元凤的降生，彻底奠定了凤凰族的至尊地位。此后，九重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，各族和睦相处，再也没有战乱纷争。我与怀志的感情愈发深厚，携手守护着凤凰族与九重天的安宁。父皇在临终前，将蛇族族长之位传给了一直与我交好的四姐，并留下遗诏：蛇族永世臣服凤凰族，奉我为蛇族至尊公主。我得知后，只是淡淡一笑，并未过多干涉蛇族事务。我早已不在乎这些虚名，只要身边的人平安喜乐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多年后，凤凰宫的庭院中，我靠在怀志肩头，看着4只神兽嬉戏打闹，朱雀兄妹在天空中追逐，九羽金灵引动星辰之力为弟弟编织花环，混沌元凤则挥舞着小小的羽翼，引动天地灵气，让庭院中的灵花开得愈发鲜艳。阳光透过枝叶洒下，温暖而宁静。我轻声道：“怀志，你看，这样的日子真好。”怀志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话语温柔：“有你在，每一天都好。”